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不断派兵干预朝鲜半岛的局势，还肆意轰炸我国中朝边境，使我国尊严与主权如无物。为了捍卫我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毛主席下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随即，我志愿军10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跨过了鸭绿江大桥，奔赴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此后，我国通过鸭绿江大桥，将物资、兵力、装备、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战场。可以说，鸭绿江大桥是我军极其重要的生命补给线。失去了鸭绿江大桥，我军在朝鲜半岛将举步维艰。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军不直接炸毁鸭绿江大桥，切断我军生命补给线？后来，麦克阿瑟向杜鲁门提出炸毁大桥，但是杜鲁门大惊失色，立刻制止。这背后有何隐情？1950年11月25日，第一次战役以我军大胜告终，美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死伤15000余人。这对于麦克阿瑟将军来说，简直就是当头一棒。就在数个月之前，麦克阿瑟还嚷嚷着，如果中国敢参战，要将中国打回石器时代。一转眼就被我军打得溃不成军，如此狼狈，这在麦克阿瑟的从军生涯中极其罕见。因此，恼羞成怒的麦克阿瑟当即向杜鲁门总统请示，炸毁鸭绿江大桥。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麦克阿瑟自然不是什么绣花枕头，他深知鸭绿江大桥的重要性。这座桥距离朝鲜实在是太近，中国志愿军必然是从这里进入朝鲜的。如果不将其摧毁，那么此后中国大批人马和物资恐怕会通过这座大桥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战场前线，很快形成兵力优势，从而对联合国军产生威胁。而一旦将其摧毁，中国和朝鲜唯一的交通枢纽将彻底中断，中国志愿军就会陷入没有物资补给和兵力支持的尴尬境地，久而久之就会弹尽粮绝。所以，麦克阿瑟提出炸毁鸭绿江大桥，并非是一切用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炸掉美军就赢，不炸美军就输，该怎么选？再明白不过了。所以，麦克阿瑟认为杜鲁门总统必然会答应。可是令麦克阿瑟没有想到的是，杜鲁门却坚决否定他的提议，并下令不准擅自行动，否则军法处置。接到消息后的麦克阿瑟气得破口大骂，直接炮轰美国高层，说他们全是一群酒囊饭袋。对此，杜鲁门可谓是有苦说不出。麦克阿瑟作为一名将军，只需要考虑如何带着将士打胜仗就行了。可杜鲁门身为一国的总统，不但要考虑战争走向，还要关注国际局势。当时的朝鲜战争看似只是区域性战争，实际上却是浓缩的第3次世界大战，全球众多国家被卷入其中，随时都有可能演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鸭绿江大桥表面上看就是一座大桥，可地理位置是十分特殊，它的一端在朝鲜，一端在中国境内。如果轰炸鸭绿江大桥，那就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是对中国的宣战。此前轰炸中朝边境，美军还能打着一不小心波及的借口，中国只能道义上谴责，双方还没有到势同水火的地步。可是要炸了鸭绿江大桥，这个借口可就站不住脚了，美国将彻底撕破脸，完全决裂。虽然新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弱，可终究是一个拥有数亿人口和几百万军队的国家，一旦发生冲突也是一件麻烦事。更为棘手的是，中国的背后可是苏联，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大国。当时的苏联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完全不怕美国的核威胁，是一个十分恐怖的对手。刚刚经历过世界大战，美国还没有做好和苏联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的准备，而且一旦和中国开战，美国很有可能深陷于战争的泥沼，无法脱身。这意味着美国在西欧的军事力量将大幅衰减，而欧洲刚经过第2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早就虚弱不堪了。如果此时苏联趁虚而入，那么整个欧洲恐怕会迅速沦陷，不服在苏联的铁蹄之下，美国将独木难支。这绝对不是杜鲁门想要看到的结果。就算杜鲁门他的盟友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也不会同意。所以杜鲁门非但不能轰炸鸭绿江，还要想办法进一步缩小朝鲜战争的规模和影响，除掉更多的兵力去防守西欧。西欧的利益才是美国的重中之重。因此，杜鲁门特地嘱咐军方一定要约束麦克阿瑟的行动，不要扩大战争的规模，更不要挑动中国的神经。尽管麦克阿瑟十分不爽，却也不敢逾越分毫。可随着此后战斗的接连失利，包括杜鲁门在内的美国高官再也坐不住了。此前他们不炸毁鸭绿江大桥，是因为觉得美军或许会打得艰难一点，可如今看局势，美军就要败了。
朝鲜半岛的利益就要丢了，这是美国高层不能接受的事。因此，炸毁鸭绿江大桥的事正式被美军提上日程。在行动开始之前，美军照例对此次行动进行推导演算。可令人尴尬的是，不管推算多少次，美军都无法成功。看到这儿，就有观众好奇了：取决于座桥，美军真要想炸了，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为何每次推算都失败？这里就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了。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用兵如神的毛主席自然知道鸭绿江的重要性，因此早在志愿军尚未前往朝鲜之前，就在鸭绿江大桥布置了大量防空火力。就连刚刚从苏联购买了米格战斗机，也被我军悉数调往到鸭绿江大桥附近，以随时应对美军的战斗机群。而朝鲜也深知志愿军决定着朝鲜战争的胜败，因此将全部身家都布置在了鸭绿江大桥附近。虽然武器落后，但同样能对美军产生威胁。至于苏联因为害怕扩大战争规模，不打算参战，也没有大规模提供军事支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苏联会眼睁睁看着中国落败，毕竟朝鲜半岛的利益对苏联来说也至关重要。因此，苏联部署在远东的军队每天都派遣大量的战斗机群在空中盘旋示威，这何尝不是对美军的警告？所以，美军想要轰炸鸭绿江大桥，就必须冒着被剥掉一层皮的代价。尽管他们的飞机十分先进，可是却做不到像现在一样精确定位打击，只能炸一个大概的位置。战机飞得高了，非常容易炸歪，很难对大桥造成摧毁性伤害。飞得低了，也会被中朝苏三方防空部队拦截。而当时的飞机每一架造价都十分昂贵，真要是为了炸鸭绿江大桥，损失个几十架战机，那就得不偿失了。而且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大桥下的鸭绿江已经全部结冰，而且冰面很厚，在上面开大卡车都不是问题。即使鸭绿江大桥断了，志愿军也能踩着冰面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朝鲜。虽然速度比较慢，可运输线并不会断，因此综上所述，鸭绿江大桥并不现实。可麦克阿瑟并不担心，他认为十分有必要尝试一下。万一成功了，那么美国就能获得整个朝鲜半岛的利益，这足以弥补任何损失。可杜鲁门却犹豫不决。最后，在麦克阿瑟的软磨硬泡下，杜鲁门终于同意轰炸鸭绿江大桥。不过，只能轰炸朝鲜边境那部分的大桥，坚决不能越过中国边境线去轰炸中国境内的大桥。如此一来，既可以炸毁大桥，也不会落下口舌，两全其美。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开始，美国空军还坚决执行杜鲁门的命令。隔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发现这样打击目标实在束手束脚，很难对大桥发动致命打击。所幸飞行员们驾驶的这 B-29轰炸机直接闯入了中国境内，不管3721就是一顿狂轰滥炸，还和我国空军打起了轰炸。为了挫败美国的军事行动，我志愿军战士视死如归，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在阵地上，用防空武器痛击美军。我国空军也同样如此，尽管战斗机性能差，但我军飞行员不要命的打法，还是挡住了美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为维护朝鲜战争运输线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美军在朝鲜战场上频繁失利，杜鲁门终于决定不惜任何代价炸毁鸭绿江大桥。从1950年8月到1951年8月，1年的时间里，美军针对鸭绿江大桥就出动了5000余架次飞机，每次轰炸少则出动20架 B-29轰炸机，多则接近上百架投放的炸弹不可计数。有句话说得好，量变产生质变。虽然炸弹的准确度很低，可是架不住数量庞大，上千次的轰炸总能炸到鸭绿江大桥。尽管我军多次抢修，最终鸭绿江大桥还是倒下了，这让美军欣喜不已。然而让美军惊掉下巴的是，第二天一大早，美军发现鸭绿江大桥又恢复原样了。这一切离不开我军的大无畏精神。水门桥事件经常被用来体现美军强大的基建能力，可和鸭绿江大桥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美军每一次轰炸过后，我志愿军都会奋不顾身的抢修，被炸毁了桥面，桥墩被敌人炸毁，大家就用沙包代替，用枕木搭建桥梁，支撑起受损的桥梁。列车从大桥上通过时，人们就泡在水里继续修复桥墩。有一次大桥损毁严重，上千名志愿军4天4夜没有休息，最终修好了大桥，并让其成功通车。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志愿军用生命和汗水守住了鸭绿江大桥，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